科学界一片哗然，因为一项新发现揭示，想要实现传说中的曲速驱动，竟然可能不需要负能量这种被认为几乎不存在的神秘物质。自从1966年星际迷航第一次向大众展示曲速旅行的想象以来，整整近60年过去，这个本是编剧笔下的幻想技术，如今竟然一步步走入物理学家严肃研究的视野，逐渐摆脱了仅供娱乐的标签。令人振奋的是，最新的研究结果指出，曲速驱动的概念不再只是天马行空的幻想，它在原则上并不违背我们已知的物理法则，尤其是广义相对论的框架内依然说得通。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全新的数学模型设法跳过了过去必须使用负能量这一极为罕见几乎无法获得的条件，从而拆除了过去几十年困扰研究者的最大技术壁垒之一。虽然要实际制造一个曲速引擎仍面临巨大的技术挑战，但科学界的态度已悄然转变，从这绝对不可能变成了我们该如何一步步走向它。在今天的视频里，我们将带您一起拆解这项令人瞠目结舌的新研究，深入剖析它背后的科学原理，并探索它将如何可能彻底改写人类未来的太空探索格局。准备好了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超乎想象的科学旅程，深入时空的边界，揭开曲速驱动的神秘面纱。一开始，曲速旅行的点子根本不是从实验室里冒出来的，它源于编剧们为了让角色能在星系间穿梭而编造的科幻桥段，而非出自严谨的科学理论。早在1966年，电视剧《星际迷航》的创作者罗登贝瑞为了让企业号星舰上的船员们可以在不依赖瞬间移动或外星魔法的情况下快速穿越浩瀚星际，创造性地提出了曲速引擎的概念，这也成为现代人对未来太空旅行想象的起点。这个看似荒诞但极具吸引力的设定，通过弯曲飞船周围的时空而非让飞船本身移动，不仅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好奇心，更悄悄在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心中种下了这也许可以实现的希望种子。1994年，墨西哥物理学家阿库别瑞发表了一篇轰动性的学术论文，详细描述了如果能让飞船前方的时空压缩，后方的时空膨胀，就能创造一个曲速炮将飞船包裹其中，就像在移动的传送带上滑行一样。这也标志着科幻中的点子首次在严肃物理学中找到了立足点。按照他的设想，这个气泡本身可以在时空中以超过光速的速度前进，而被包裹其中的飞船实际上始终处于静止状态，未曾违反光速极限。这种巧妙的设计完美绕开了相对论对物体运动速度的限制。这种思路简直像是抓住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道缝隙，它没有直接挑战相对论的核心原则，而是从时空本身的几何形态中借道行事，实现超越传统限制的可能。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任何拥有质量的物体在真空中的运动速度都无法超过光速，这是宇宙的交通规则，但规则对路本身却没有限制。换句话说，虽然车不能开得更快，但如果路在你脚下移动，那就另当别论了。然而，理论上的突破很快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障碍，一个几乎足以让整个模型崩塌的致命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阿库别瑞的方案虽然在数学上成立，但它需要一种极其特殊的负能量来维持曲速炮的稳定运行，而且所需的能量数量几乎与整个太阳的质量相当。这不仅在现实中从未被发现，更别说如何制造和操控了。这就好比画出一架能飞上火星的自行车图纸，虽然逻辑上没错，但根本无法组装。阿库别瑞的曲速模型在当时也就只能当做一种理论上的思想实验。但科学并未止步不前，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尝试寻找更温和、成本更低、物理上更可行的替代方案，力图把这个疯狂的想法拉回现实轨道。到了2021年，一个令人振奋的转机终于出现。物理学家 Alexei Bobrik 和 Johnny Marter 提出了一个新的曲速模型，它不再依赖虚构的负能量，而是基于已知的物理上可实现的正能量展开，重新点燃了人类实现星际旅行的希望。他们的方案核心在于替换过去极难实现的负能量为我们已有技术理论中可以解释，甚至在实验中能探测到的正能量。这相当于把曲速驱动从幻想层面拉到了科学研究的起跑线上。虽然这种新模型仍无法突破光速的终极限制，但它解决了最关键的悖论之一，它不再违反已知物理学的基本原则。这一变化让曲速引擎的概念从科幻小说中缥缈的梦想，转变为在广义相对论体系内具备理论可行性的技术原型。这次变化看似技术性，不显山不漏水，但它对整个物理学界的影响却堪称划时代。
因为它意味着我们不再被迫依赖想象中的物质去构建未来的航天系统，而可以踏踏实实地用真实可见的物理量进行探索。这是历史性的第一次，物理学家终于可以放下对负能量的执念，转而研究那些宇宙中真正存在，甚至可以实验验证的元素，来打造曲速炮的可行结构。这项突破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终于实现了科学幻想与真实物理之间的接轨。它不是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希望上，而是与爱因斯坦的宇宙观可以和谐共处。阿库别瑞提出的模型在数学上无疑是优美的，逻辑自洽，公式流畅，但问题在于它的根基负能量。目前在实验上无迹可寻，堪称理论中的独角兽。Bobrick 和 Marter 的模型不仅将负能量踢出门外，更重要的是，它证明我们可以用现有物理学允许的正能量来构建曲速炮，这等于是给了这个想法一张物理学许可通行证。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个曲速引擎的工作方式，那它其实听起来意外的朴素和直观。飞船本身不会真正超越光速，它仍然像坐在太空中的一块漂浮木板，没有以任何传统方式加速前进。真正在动的是包裹着飞船的时空地毯，通过在前方压缩、后方扩展的方式，时空结构整体被推动，像是卷轴一样向前翻动，把飞船一并带走。如果这个气泡足够稳定，它就能创造一个小型隔离区，让飞船在其中保持静止状态，而外部的宇宙结构则像波浪一样在它周围变形流动，实现曲速运动的效果。这项设计之所以特别吸引物理学家，是因为它既巧妙绕开了光速障碍，又没有触碰到因果律这根高压线，不像虫洞那样可能引发时间悖论或改变历史。曲速炮的方案仍严格遵循相对论的基本原则，让人类梦想的星际旅行更像是一次合法超车。当然，即便在理论上成立，现实操作也远未触手可及。就目前的估算来看，要维持一个曲速炮所需的能量级别相当于几个木星的质量。这就好像说要启动一辆车，得先点燃一颗恒星。但值得庆幸的是，这个数字虽然巨大，却是具体且有限的。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山有多高，而不是连山在哪都不知道。这一点让它具备了进一步优化和技术突破的可能性。科学家还发现，气泡的几何构型，也就是它的形状和厚度，对所需能量有着决定性影响。通过优化设计，未来的模型有望进一步削减能耗，也许某天不需要木星级燃料就能启动。而除了理论建模之外，另一个正在兴起的研究方向是寻找曲速气泡存在的指纹，也就是一旦它真的出现，我们该如何识别它。在2024年，一项新研究指出，如果某个曲速炮在形成或崩塌过程中发生变化，它将会释放出一种极其独特的引力波模式。这种波形在自然界中前所未见，有可能成为判断曲速技术存在与否的宇宙呼吸声。换句话说，如果宇宙中真的有高级文明在使用曲速引擎，那么它们的发动机声及这些异常引力波可能已经在宇宙中传播开来，等待被我们用足够灵敏的探测器捕捉到。因此，研究曲速炮不仅仅是为了建造未来的太空飞船，它同时也成为了一种寻找外星智慧文明的全新窗口。曲速炮的信号，尤其是那种无法用已知天文事件解释的引力波，可能成为我们发现银河系中其他高等智慧生物活动的突破口，甚至比传统的无线电搜寻更有效。与此同时，理论物理学家与工程专家也在通力合作，试图弄清楚我们如何才能真正吹出一个可控的曲速炮，如何制造、塑形、维持其稳定性。每一个环节都像是解一道宇宙级的谜题。目前为止，整个曲速引擎的研究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也就是说，还没有实验室里真实跑起来的原型。但和几十年前的空想不同，现在的推导是扎根在广义相对论的严密数学之中，属于科学正统的范畴，而不再是异想天开的天方夜谭。原本只是阿库别瑞一人提出的孤胆模型，如今已成长为全球研究者共同参与的热门课题。来自不同国家的物理团队纷纷拿出各自的模型与改进方案，像拼图一样一点点补全曲速炮的全貌。科学论文也逐年递增，显示出这个领域已迈入成熟的理论探索阶段。我们今天要强调的一点是，曲速引擎并不是明天就能造出来的未来飞船，但它的理论基础已经从小说家的灵感变成了科学家的计算题。它站在物理学的边缘，但不是外面的荒野，而是边界上的前沿。即便未来几十年我们还不能亲自乘上曲速飞船遨游星辰，但对这一概念的深入研究已经在推动基础物理学的发展。
带来对时空结构、能量分布甚至引力本质的全新理解。要想绕过相对论设下的种种宇宙限速，科学家们必须正面迎战许多未解的谜团，比如时空的几何结构究竟能被怎样操控，能量如何作用于时空。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如同打开了通往新物理学的大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越是看起来不切实际的研究，越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产品。就像火箭研究意外催生了现代空气动力学，而引力波的探测又让我们第一次听见了黑洞的碰撞声。今天对取速炮的研究，说不定就是明天高能物理或量子引力的钥匙。即使我们暂时造不出能超越光速的全速曲速炮，那些以亚光速运行但仍能扭曲时空的轻量级曲速技术，也可能在太空探索中掀起革命性浪潮，带来全新的推进方式。这种亚光速曲速炮或许可以在飞船周围形成一个空间护盾，有效减少船体所受的惯性冲击，同时抵御外部高能宇宙射线的威胁。简而言之，为深空旅行提供安全舱，即使它无法让我们瞬间抵达遥远的星球，仅凭提升安全性与效率，也足以让飞往木星、土星甚至冥王星的长期航行从苦旅变为可能任务。而在探测领域，曲速研究也可能带来颠覆性工具，让我们以一种全新的时空语言去聆听宇宙，远不只依赖老旧的无线电望远镜。未来我们寻找外星文明的方式，也许不再只是守在天线后面等电话，而是主动出击，用探测器扫描宇宙中可能出现的时空扰动，寻找那些外星曲速引擎运转时所留下的引力痕迹，就像捕捉潜艇留下的水波一样。这项技术的意义在于，它可以把我们对智慧生命的搜索，从以往局限在无线电信号的电磁波范围，扩展到宇宙的更深层次，时空本身的结构与运动。这无疑是对 SETI 地外文明搜索的一次范式升级。当然，目前横在我们面前的技术障碍依旧像一座冰冷高耸的山峰，毫不动摇地提醒我们，梦想的实现不会轻而易举。眼下，我们既没有足够强大的能源系统来激发一个曲速炮，也没有办法有效地储存或调控如此巨量的能量流动，更不用说要稳定地维持炮的形状和方向，如同在太空中操控风暴。而且，若是控制失误，气泡突然崩塌，有可能会释放出近乎天灾级别的能量冲击，就像一个压缩到极限的气球瞬间爆炸，其后果不可预测，甚至可能撕裂周边空间结构。不过，与30年前的完全无法下手相比，现在的局面已经有了质的转变。我们面对的主要是技术工程难题，而不是物理定律本身的禁止令。这就好比知道怎么飞，只是还没造出飞机。未来的研究可能会集中在几个关键方向。第一是优化曲速炮的几何结构，尽量用更小的能量维持相同的效果。第二是在实验室中设计可控的时空弯曲类比系统，用以测试模型。第三则是发展更灵敏的观测手段，尝试在宇宙中寻找自然出现的近似曲速现象的天体现象作为参考模板。科学的历史从不缺乏从幻想走向现实的故事，往往先是充满想象的设想，然后经过严密的理论验证，最后才由工程技术一步步变为现实产品。曲速驱动正处在这个经典路径的中段。我们可以说，曲速引擎目前还处于理论阶段，但重要的是，它已经迈过了纯粹幻想的门槛，跨入了可以用数学和物理语言认真探讨的科学舞台。如今的曲速驱动已经不只是属于星际迷航的台词或银幕上的幻想，它正在变成一项有据可循、学术界逐步构建的科学研究方向。它如今已不再是幻想目录里的科幻玩具，而是一个严肃的科学目标。虽然距离真正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条路已经被理论照亮，不再完全是黑暗摸索。目前的一系列模型都经过了广义相对论等主流物理框架的严格审视，并没有踩到任何禁区。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科学的第一步永远是合规合法。接下来的拦路虎就变成了实打实的工程难题，比如我们如何才能产生、调度并精确控制如此巨大的能量，又怎样将曲速炮稳定而安全地部署出来？这些都是未来几十年内亟待突破的关键。也许我们这一代人未必能亲眼见证曲速飞船升空的那一天，但仅仅是围绕它进行的理论研究，就已经悄悄重塑了我们对宇宙的看法。不再只是静态的星辰大海，而是一个可以被形变、被操控，甚至被驾驭的思维剧场。回望这段非凡的旅程，我们会发现，曲速引擎从一个电视剧里的道具，一步步走向科学家的白板和论文中。
见证了幻想如何借助科学之力，逐渐跨越虚构与现实的鸿沟。这不仅仅是科技发展中的又一页篇章，它更是人类最宝贵的两种能力：想象力与理性互相激荡后产生的成果，是天马行空的梦想和脚踏实地的科学之间一次珍贵的握手。或许在不远的将来，某一代人会将曲速飞船视作理所当然的存在，就如今天我们坐飞机跨洲旅行那般自然。那时，今天的理论与探索将成为他们的现实基础设施。而这一切令人热血沸腾的进展，起点其实非常简单，一个看似疯狂却又充满魅力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把时空当作被动的背景，而是一个可以被塑形、被牵引，甚至被我们驾驭的工具，那会发生什么？这就是曲速引擎的初始火种。科学的本质正是从如果开始的。当我们鼓起勇气去提出一个不太可能的问题时，或许也正迈出了实现它的第一步。曲速技术就是这样一个敢问如果的典范。感谢您的观看与思考。今天我们从科幻出发，穿越理论，走进科学前沿。下期我们将继续探索更多改变未来的科技火花。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下次见。